从小时候我们就对行星和太空充满好奇，尤其是看到那些神秘的星球和漂浮在它们周围的卫星时，总是想知道它们的秘密。大家好，我是矿工熊。人生的阅历就像挖矿一样，需要一点一滴深耕累积而成的。让我们每次花3分钟开采出属于自己的宝石吧。今天我们要来探索一个神秘而令人着迷的领域——行星和卫星的探测。就像我们的地球是蓝色的海洋和绿色的陆地组成，而我们人类则在其中居住、工作和玩乐一样。行星和卫星也是一个巨大而精彩的世界，充满了无数的奇观和惊喜。通过探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天体的结构、化学组成和生命的可能性，并且为未来的太空探索提供更多的资讯和启示。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星和卫星的基本概念。行星是环绕恒星运行的天体，有自己的轨道和形状，而卫星则是绕着行星运行的天体，也有自己的轨道和形状。我们地球就是一个行星，而月球就是一个卫星。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行星和卫星，它们的大小、形状、结构和化学组成都各不相同，让人不禁想要深入研究和探索。那么，探测行星和卫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太阳系的演化历史和天体形成的过程。通过研究行星和卫星的结构和化学组成，我们可以推测它们的来源和形成的条件，进而深入了解太阳系的演化过程。其次，它们还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和研究生命的可能性。地球上的生命是基于碳水化合物和水这样的元素和化学反应构成的。如果在其他行星或卫星上也发现类似的元素和化学反应，那么就有可能存在类似地球上的生命形式。最后，探测行星和卫星也有助于开发太空资源和实现太空旅游的梦想。例如，如果我们能在其他行星或卫星上发现大量的水或其他有用资源，那么这些资源就可以用于太空开发和制造，推动人类探索太空的进程。目前，科学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和仪器来进行探测，包括遥感技术、探测器和探测车等等。通过使用卫星或探测器上的仪器来探测行星或卫星的表面、大气层、磁场等特性。这些仪器可以测量不同波长的电磁辐射，例如可见光、红外线、微波等等，并从中获取有关行星或卫星的资讯。此外，科学家还可以使用探测器和探测车来实地探测行星或卫星的表面和地质结构。这些探测器和探测车可以在行星或卫星表面进行探索，并将图像和数据传送回地球。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了解科学家们是如何探测行星和卫星的。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也是一个气体巨行星，拥有一个巨大的磁场和许多卫星。科学家通过使用遥感技术和探测器，研究了木星的大气层和磁场，发现了大量的氢气、氦气和甲烷等元素，并了解了木星的磁场和卫星的运行轨道。此外，科学家还发现了木星的一些独特的特征，例如大红斑、木星环等等。除了木星，科学家还研究了许多其他的行星和卫星，例如火星、金星、土星的土卫2等等。这些探测活动不仅提供了许多关于行星和卫星的新信息，而且还提供了关于太阳系演化的重要资讯。例如，科学家通过研究行星和卫星的化学组成和地质结构，可以了解太阳系的演化过程和行星形成的机制，进而推动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和探索。除了研究行星和卫星的物理，科学家们还关注着行星和卫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研究外星生命的可能性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行星或卫星的温度、大气成分、水的存在等等。科学家通过使用探测器和遥感技术来搜寻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和卫星，并使用分析仪器来检测行星或卫星上的生物分子和有机物质。最近的研究发现，火星、木星卫星欧罗巴、土卫2和土星卫星恩凯拉都可能存在液态水，也就意味着这些星体都可能存在过生命。总的来说，探测行星和卫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科学家通过使用各种先进的技术和仪器，探测行星和卫星的结构、化学组成和生命的可能性，不断扩展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和探索。大家对太空探测又有什么想法呢？在太阳系里面，我们还有其他邻居吗？欢迎留言一起讨论。想看更多关于宇宙探索的影片，一起探究宇宙的奥秘，马上订阅这个频道吧。我们下次见。